当你打开手机，新闻推波如同洪水般袭来，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占据了头条，制裁、威胁、石油博弈、意识形态的冲撞，这些巨大的词汇仿佛在向我们宣告世界的脆弱。你可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焦虑，担心油价的波动，担心全球经济的连锁反应，甚至担心战火是否会蔓延。这种不安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对立，而是因为我们再次被迫直面人类历史上永无止境的混乱与冲突，这让我们感到渺小且无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远在千里之外的政治博弈似乎就在我们的客厅上演。你的心跳随着千里之外的政客发言而加速，你的情绪随着股市的红绿线条而起伏。我们常常误以为关注这些宏大的国际冲突是我们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但我们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这种过度的关注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是更清晰的洞察力，还是一颗疲惫不堪、时刻处于防御状态的心？这种焦虑正在悄悄吞噬我们原本应有的内心宁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的美国与委内瑞拉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次权力角逐的又一个轮回。早在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边境也同样充满了战火与纷争，元老院的争吵声从未停歇。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时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外部世界的混乱。他们并非选择逃避现实，而是在混乱的中心建立起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当外部世界风起云涌时，我们如何保持内在的如不动？斯多葛哲学并不是教导我们对受苦的人民冷漠，也不是让我们对政治是非不闻不问，而是教导我们区分什么是外部的风暴，什么是内部的平静。当我们看着国际新闻感到愤怒或恐惧时，我们其实是在允许外部事件绑架我们的情绪主权。我们把心灵的钥匙交给了我们无法控制的政客和局势，这才是痛苦的真正根源。试想一下，如果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换，你都能拥有一种深沉的稳定感，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掌控。马可·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他的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战场前线度过，面对的是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和帝国内部的叛乱，但他却能在军营的帐篷里写下关于宁静与理性的审思录。他向我们证明了，即使身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人的内心依然可以像深海一样平静，不受波浪的干扰。在这场关于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冲突讨论中，我们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站队，或者被激烈的政治情绪所裹挟。但今天，我邀请你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斯多葛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切。我们不分析地缘政治的输赢，我们分析的是你作为一个观察者，如何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守护好自己的理性与尊严。这是一场关于心灵自由的修炼。只有当你不再被新闻标题轻易激怒时，你才真正拥有了自由。我们常常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意愿去扭转世界的走向。我们希望正义立即得到伸张，希望冲突瞬间化解，希望经济永远繁荣。然而，斯多葛哲学大师艾比克泰德早在1000年前就警告过我们，痛苦源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不可控的事物。国际政治、大国博弈、资源分配，这些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当我们把幸福寄托在这些宏大叙事上时，我们就注定会感到受挫和焦虑，因为世界运行的轨道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愤怒而偏移分毫。你需要意识到，你的焦虑本身并不能帮助委内瑞拉的人民，也不能改变美国的决策。相反，这种焦虑会消耗你处理自己生活中问题的能量。你可能因为看了太多负面新闻而对身边的人发火，可能因为对未来感到悲观而放弃了当下的努力。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斯多葛主义者明白，一个人在混乱的世界中能做出的最大贡献，首先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理性的、情绪稳定的、有德行的人。只有当你的内心井然有序，你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的混乱。这段旅程可能会挑战你过去对关心时事的认知。我们会发现，许多时候我们的愤怒其实是一种虚荣，
我们的焦虑其实是一种傲慢，我们以为自己在参与历史，其实只是在被历史噪音所消耗。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一起拆解这种心理机制，利用古代哲人的智慧，为现代人打造一套应对政治焦虑的生存指南。这不仅仅是关于如何看待一场冲突，更是关于如何在任何危机面前都能保持优雅与从容。现在，请深吸一口气，暂时放下对那些遥远国度的评判与担忧，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投向那个真正需要关注的地方——你的内心。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斯多葛哲学的3大核心工具，一步步解构这种因政治冲突而引发的焦虑，并学习如何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专注当下的强大动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场心灵的重建工程，去寻找那个无论外界如何喧嚣，都永远属于你的宁静之地。斯多葛哲学的第一把手术刀被称为控制2分法。面对美国与委内瑞拉这样宏大的国际博弈，我们必须残酷而诚实地画出一条界限。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是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经济制裁的力度、领导人的决策，甚至国际油价的涨跌，都属于不可控的范畴。这些事件如同天气变化一样，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和因果链条运行，完全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我们痛苦的根源往往在于我们拒绝接受这种无力感。当看到新闻报道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或是美国的强硬外交手段时，我们在心中演练着无数种原本应该如何的剧本。我们对着屏幕愤怒，在社交媒体上激辩，仿佛只要我们的声音够大，就能改变加拉加斯或华盛顿的局势。艾比克泰德曾是一位奴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是被剥夺自由的滋味。他告诫我们，如果试图控制那些不可控之物，我们就注定会陷入焦虑、失望和被奴役的状态。这并不是要你变得冷血或对世事漠不关心，而是要你节省宝贵的精神能量。试想一下，当你为了千里之外的政治冲突而气得整晚失眠时，谁是真正的受害者？是你自己。那场冲突不会因为你的失眠而有任何缓解，但你的健康、你的工作效率、你对家人的态度却会因此受损。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承认，我们无法阻止大国之间的角力，就像我们无法阻止太阳下山一样。接受这一点不是软弱，而是与现实和解的最高智慧。一旦我们接受了对外部事件的无能为力，我们就能转向那个我们拥有绝对主权的领域，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意图和我们的行动。虽然你无法改变美国的制裁政策，但你可以控制自己阅读新闻的频率。虽然你无法解决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对受苦者的同情心如何转化为实际的慈善行动，或者仅仅是珍惜当下的富足。将关注点从宏大的无力转移到微小的掌控，是消除政治焦虑的第一步。这引出了斯多葛哲学的第2个核心概念：决定我们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看法。这场美委冲突在本质上是一系列中性的历史事件，谈判破裂、物资禁运、声明发表，这些是客观发生的物理事实。然而，当我们给这些事实贴上灾难性的、不公平的或令人绝望的标签时，我们就在事实之上叠加了情感的重负。是这些标签和判断，而不是事件本身，让我们感到痛苦。马可·奥勒留申为罗马皇帝见惯了战争与瘟疫，他曾写道：除去你的判断，你就除去了一声我受伤了的抱怨；除去我受伤了的抱怨，你就除去了伤害本身。当我们看新闻时，媒体往往会使用煽动性的语言来激发恐惧和愤怒，因为情绪是流量的密码。但作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你必须学会像外科医生一样剥离这些情绪化的修辞，只看裸露的事实。事实是两国关系紧张，而不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种剥离判断的练习能让你保持一种惊人的冷静。你会发现，许多的愤怒其实源于我们对世界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潜意识里认为世界应该是和平的、公正的、讲道理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冲突是常态，和平反而是稀缺的例外。当美国与委内瑞拉发生冲突时，这只是人类权力斗争的又一次上演。
对此感到震惊或愤怒，就像对无花果树结出无花果感到惊讶一样荒谬。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更深一层来看，过度卷入政治情绪往往是一种逃避自我的手段。塞内卡曾敏锐地指出，许多人忙于公众事务，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独处时的空虚。关注国际大新闻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参与感和道德优越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指责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邪恶的，比反省自己是否是一个好父亲、好员工要容易得多。我们用对远方暴君的愤怒来掩盖自己性格中的懒惰与怯懦。因此，当你下次想要为这场地缘政治冲突发表长篇大论时，请先停下来问自己，这种情绪反应是否包含了某种投射？我是否在用对外部敌人的仇恨来发泄我对个人生活的不满？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要向内看，真正的战场不在南美洲，而在你的头脑里。如果你不能平息自己内心的贪婪、恐惧和愤怒，那么即使世界和平了，你的内心依然会烽火连天。我们要练习一种名为客观化描述的技巧，不要说那个残暴的独裁者正在毁灭国家，试着说目前的政权采取了特定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特定的后果。这不是为了洗白任何人，而是为了保护你的大脑不被情绪劫持。当你使用中性的语言时，你的理性回路就能保持通畅，你就能更清晰地分析局势，而不是沦为情绪的奴隶。在极端的政治对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此外，我们还要警惕正义的愤怒这一陷阱。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不生气，就代表我不正义。但斯多葛学派认为，愤怒是一种短暂的疯狂，在愤怒驱使下的行动往往是鲁莽且适得其反的。你可以坚定地反对某种政策，可以理性地支持正义，但这一切都不需要伴随着燃烧的怒火。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往往比一个狂怒的参与者更能看清局势的走向。你的平静是你力量的来源，而不是冷漠的证明。在这个充满冲突的时代，练习预演逆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预想最坏的情况，如果冲突升级会怎样？如果油价飙升会怎样？这不是为了吓唬自己，而是为了消除恐惧的毒牙。当你直面最坏的可能，并意识到即使那样你依然能生存，依然能保持德行，恐惧就会烟消云散。你会发现，人类的适应能力远比你想象的强大。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动荡，生活总会找到继续的方式。你需要明白，所有的帝国，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冲突，最终都会化为尘土。在委内瑞拉与美国的这场对峙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这不过是沧海一粟。用这种宏观的视角来稀释你的焦虑，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头条新闻，在宇宙的尺度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既然如此，何必为了这短暂的波动而牺牲你此刻的心灵宁静呢？我们已经建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区分控制的边界，一道是剥离主观的判断。这让我们在面对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冲突时，不再是随波逐流的浮萍，而是一块在激流中岿然不动的岩石。但斯多葛哲学不仅仅是防御性的，它更是建设性的。在理解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之后，我们必须探讨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如何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积极地活出自己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更深层次的探讨，如何利用这些外部的混乱作为燃料，来锻造我们内在的品格。我们将看看现代生活中如何具体落实这些古老的智慧，让你在每一次阅读新闻时都成为一次心灵的修炼。这不仅仅是关于政治，更是关于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中构建完美的生活。在斯多葛哲学中，有一个极为深刻的概念，叫做同理心，意指宇宙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当我们谈论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冲突时，很容易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党派思维，将对方视为敌人或异类。然而，马可·奥勒留提醒我们，我们就像身体上的手和脚，是为了合作而生的。虽然政治立场将人们撕裂，但从人性的本质来看，无论是华盛顿的决策者，还是加拉加斯的平民，
我们都共享着同样的理性火花，意识到这一点能让我们从单纯的对抗情绪中升华出来，看到冲突背后人类共同的悲剧与局限。这种视角的转变能帮助我们以一种更慈悲而非仇恨的态度来看待地缘政治中的恶人。苏格拉底和斯多葛学派都坚信，没有人是故意作恶的，他们作恶是因为无知，他们错误地判断了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当某个领导人发动制裁或镇压异己时，他并不是在追求邪恶，而是在追求他眼中的利益或安全。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宽恕暴行，而是要消除我们心中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毒药，它伤害恨的人多于被恨的人。当你理解了他们的行为源于对善恶的错误认知，你的愤怒就会转化为一种冷静的怜悯。在现代社会，媒体和算法总是试图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引诱我们去非人化那些与我们立场不同的人。这种二元对立是内心宁静的大敌。作为斯多葛主义的实践者，我们要拒绝这种廉价的愤怒。当你在餐桌上听到亲友为委内瑞拉局势争得面红耳赤时，不要加入这场情绪的混战，试着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倾听他们的恐惧，而不是攻击他们的观点。你会发现，在那激烈的争吵背后，其实大家都只是在表达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用理解去化解对立，这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能做的最高贵的实践。这场冲突带来的实际影响，比如油价波动或通货膨胀，也是检验我们修行的绝佳机会。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财富和舒适属于优先的中性之物，拥有它们很好，但它们并不影响我们的核心幸福。如果国际局势导致生活成本上升，这正是一个练习自愿受苦或简朴生活的契机。塞内卡建议我们定期过几天贫穷的日子，以此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所恐惧的吗？当你发现即使物质减少，你的尊严和快乐依然毫发无损时，你就获得了对抗经济危机的终极免疫力。你不再恐惧油价上涨，因为你的快乐不依赖于油价。我们还必须谈谈爱命运这一强大的心法。尼采深受斯多葛影响，提出了这个概念，不仅要忍受必然发生的事，更要爱它。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冲突已经发生，这是宇宙因果链条的一部分。与其抱怨为什么世界这么乱，不如拥抱这个现实，并问自己，这个局面如何能让我变得更强大？也许它能训练你的节俭，也许它能激发你对和平的珍视，也许它能让你更努力地去理解复杂的经济学。不要把障碍看作是挡路石，要把障碍看作是通往美德的必经之路。障碍本身就是道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学会一种防御性的无知。你不需要知道每一条关于制裁的突发新闻，不需要阅读每一篇充满偏见的评论文章。大部分的新闻都是噪音，他们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斯多葛主义者懂得保护自己的注意力，就像保护最珍贵的财产一样。试着限制你接触政治新闻的时间，把节省下来的精力用于阅读那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经典，或是用于陪伴家人、锻炼身体。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出来，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崩塌，反而你的内心变得更加清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斯多葛哲学强调世界公民的责任。如果你的能力圈能够触及到那些受苦的人，比如通过捐助或志愿服务，那么就去行动。但请记住，这种行动必须源于理性的责任感，而不是源于情绪化的冲动。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人是无法做出最优决策的。就像一个救生员，如果他看到溺水者就惊慌失措、痛哭流涕，他就无法救人。你要带住一颗火热的心去做事，但要带着一颗冰冷的头脑去思考。这就是冷静的积极主义。让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委内瑞拉的危机，美国的霸权，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短暂的浪花。曾几何时，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比这更加惨烈，但如今他们都已成为遗迹。意识到政治权力的无常，能帮助我们从当下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我们往往高估了当前事件的重要性，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其实这只是一个循环的章节。当你明白没有什么政权是永恒的，你就不会把自己的灵魂压注在这些脆弱的结构上。
你唯一的永恒是你内在的德行。这种德性的修炼要求我们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当外部世界因为政治冲突而变得不可预测时，你更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可预测的秩序，坚持你的晨间仪式，坚持你的阅读计划，坚持你对待他人的友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是你对抗混乱最有力的武器。你在向宇宙宣告，虽然我无法控制两国的外交关系，但我能完美的控制我什么时候起床，我如何对待我的邻居。这种微观的掌控感是治愈宏观焦虑的良药。我们还可以用消极想象来对冲风险。想象一下，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冲突升级，经济崩溃，你依然拥有什么？你依然拥有你的理性，你的选择权，你爱的意愿。这些是任何制裁，任何暴君都夺不走的东西。艾比克泰德说，谁能吓唬一个不在乎身外之物的人呢？当你把安全感建立在内在品格而非外在环境上时，你就变得不可战胜。政治冲突可能会夺走你的财产，但绝不能夺走你的自由意志，除非你自己拱手相让。在人际关系中，这种哲学也能让你成为一股清流。当身边的人都在宣泄情绪，制造对立时，你可以成为那个提供冷静视角的人。你可以用斯多葛的智慧去安抚他们的焦虑，引导他们关注当下能做的事情。你不需要成为一个说教者，你只需要通过你的存在，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来证明另一种活法的可能性。在这个充满戾气的社会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本身就是对混乱最有力的反抗。此外，这场冲突也是对我们欲望管理的一次大考。许多地缘政治冲突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对资源的争夺。作为个人，如果我们能减少对物质的过度依赖，我们就在微观层面上减少了世界冲突的动因。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不需要发动战争去掠夺资源，也不会因为油价上涨而感到生存受到威胁。修炼斯多葛式的节制，不仅是个人的解脱，也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微小但真实的贡献。试着去理解那些身处冲突中心的普通人，无论是委内瑞拉在排队买面包的母亲，还是美国担心中部就业的工人，他们的焦虑与你是相通的。这种共情能打破政治标签带来的隔阂。我们都是被命运抛入这个时代的同路人，都在试图在不确定的风暴中寻找方向。当你用这种悲悯的眼光看世界，新闻报道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关于人性的故事。这种人性的连接比任何政治立场都更真实、更持久。最后，在这个部分的结尾，我要提醒你，不要等到危机真正降临才开始修炼哲学。现在，就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就是最好的练习场。美国与委内瑞拉的新闻只是一个触发器，它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脆弱。感谢这个触发器，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修行的破绽。利用这个机会去加固你的精神堡垒，去打磨你的理性之剑。因为生活不会变得更容易，但你可以变得更强大。我们已经探讨了如何划分控制权，如何剥离情绪判断，以及如何利用冲突来修炼同理心和德行。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把视野拉大到极致，从宇宙的视角来俯瞰这一切，并为你提供一套具体的、明天起床就能执行的行动清单。这将是你彻底告别政治焦虑，重掌生命主权的最后一步。准备好迎接那种绝对的自由了吗？现在，我邀请你进行斯多葛哲学中最强大也最壮观的精神练习——高空视角。请闭上双眼，想象你的意识缓缓脱离你的身体，穿过屋顶，升上高空。你看着脚下的城市逐渐变成微缩模型，繁忙的车流变成了缓慢移动的光点，喧闹的人群变成了看不见的尘埃。随着你越升越高，云层在你脚下飘过，整个大洲的轮廓开始显现。在这万米高空之上，原本让你感到窒息的噪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圣的寂静。当你俯瞰整个美洲大陆时，请试着寻找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边界线。你会发现，从宇宙的视角来看，那些在地图上被粗线条标注的国界根本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连绵的山脉、蜿蜒的河流和蔚蓝的海洋。
大自然不知道什么是制裁，不知道什么是意识形态，也不知道什么是超级大国。在这颗蓝色星球的表面上，那些关于石油和权力的争夺，看起来就像是一群蚂蚁在争抢一块面包屑。这种视角的转换，并不是要否认苦难的真实性，而是要让你从狭隘的人类戏剧中抽离出来，看到存在的浩瀚与庄严。在这个宏大的尺度下，那个让你焦虑的强权显得如此渺小，那个让你担忧的危机显得如此短暂。马可·奥勒留常常这样仰望星空，提醒自己，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夫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在宇宙中不过是一个点。当你意识到地球不过是无限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时，你对地缘政治的恐惧就会瞬间瓦解。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一种深刻的解放。你不再是被困在某个国家、某个时代的受害者，你是这个浩瀚宇宙的观察者，拥有超越世俗纷争的灵魂高度。这种高空视角还必须配合时间维度的拉伸，试着想象时间的长河飞速流逝，100年、500年、1000年。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无数的帝国曾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强盛，无数的政权曾像今天的委内瑞拉一样动荡，但他们最终都消失在了时间的尘埃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革命，如今都只是书本上泛黄的几行字。既然一切终将过去，为什么要让这转瞬即逝的政治波动夺走你此刻宝贵的安宁呢？这引出了斯多葛哲学最发人深省的命题：向死而生。请记住，你将会死去。这听起来可能很沉重，但它是消除焦虑的最强解药。那些在新闻中互相指责的政客会死，那些受苦的人民会死，而正在荧幕前焦虑的你也会死。当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来时，所有的政治立场，所有的经济利益，所有的愤怒与仇恨都会瞬间失去重量。在生命的终点，没有人会后悔自己少看了一条国际新闻，人们只会后悔自己没有花更多时间去爱，去生活，去体验当下的美好。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且脆弱，我们就更应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把它浪费在无效的恐惧上。每一天都是一份借来的礼物，你忍心把这份礼物扔进名为政治焦虑的垃圾桶吗？斯多葛主义者选择把死亡作为过滤器，过滤掉生活中那些不重要的杂音。当你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时，你会发现，关注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冲突，远不如关注如何对你的家人微笑，如何完成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来得重要。死亡剥去了虚伪的外衣，留下了生活的本质。现在，让我们从高空降落，回到现实。但我希望你带着这份宇宙的视角，重新武装你的日常生活。为了彻底根除这种由外部世界引发的焦虑，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斯多葛行动清单。这不是理论，这是你明天早上醒来就可以执行的战术。第一，实行早间预演。每天清晨，在面对世界之前，先对自己说，今天我可能会听到坏消息，可能会看到令人愤怒的冲突，但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知道那是身外之物，而我的理性是不可侵犯的。这就像穿上一件精神防弹衣。第二，建立严格的信息饮食。你不需要每小时刷一次新闻，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天只在午餐后花15分钟阅读国际新闻，而且只看事实陈述，不看情绪化的评论。其余时间把手机通知关闭。你要夺回对注意力的控制权。记住，你的注意力是你的生命能量，不要把它廉价的出卖给那些试图操纵你情绪的媒体算法。当你减少了噪音的摄入，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的思维变得多么清晰，你的情绪变得多么稳定。第三，养成夜间反思的习惯，也就是写斯多葛日记。每晚睡前回顾你的一天。今天我因为哪条新闻而生气了吗？我那时是不是忘记了控制2分法？我是否对那些我看不起的人产生了同理心？这种自我审查不是为了自我惩罚，而是为了自我修正。就像运动员回看比赛录像一样，通过每天的反思，你会越来越熟练地运用斯多葛工具。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情绪的木偶，而是心灵的主人。第四，实践微观的仁爱。既然你无法解决委内瑞拉的饥荒，
那就去解决你身边人的困难，对服务员说一声谢谢，倾听朋友的烦恼，或者为社区做一点小事。这种将宏大焦虑转化为微小善行的过程，具有强大的治愈力。它会让你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有价值的。斯多葛主义不是让你冷漠地躲在象牙塔里，而是让你从无能为力的宏观世界撤退，在力所能及的微观世界里发光发热。你的行动就是你对这个混乱世界最好的回应。第五，拥抱命运之爱。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张开双臂去拥抱它。不要仅仅是忍受，要去爱这一切，因为这就是你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你生命的剧本。与其诅咒剧本的不完美，不如尽全力演好你在其中的角色。如果你身处动荡，就演好一个在动荡中依然正直的人；如果你身处和平，就演好一个在和平中不忘居安思危的人。命运发牌是随机的，但打牌的方式由你决定。通过这4个章节的旅程，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心灵的跋涉。我们从被新闻轰炸的焦虑中出发，学会了划分控制的边界，学会了剥离情绪的判断，学会了把全人类视为同胞，最后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众生。这不仅仅是关于如何看待一场地缘政治冲突，这是关于如何重塑你的操作系统。当你掌握了这套斯多葛的心法，你就拥有了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无论外界风雨多大，你随时都可以撤退到内心深处，那里永远宁静、理性、自由。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停止混乱。今天有美国和委内瑞拉，明天会有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你总是等待世界变好了你才能快乐，那你将永远等待下去。真正的自由不是免于外部的干扰，而是在干扰中依然保持内心的秩序。你是一块在大海中屹立的岩石，海浪不断拍打着你，但你依然岿然不动。最终，连狂暴的海浪也会在你脚下驯服地退去。这就是斯多葛圣贤的境界，也是你原本就拥有的潜能。这条通往内心宁静的道路并不好走，它需要你每天不断的练习，不断的与自己的本能对抗。你会失败，会跌倒，会再次被愤怒冲昏头脑，这都很正常。关键在于，每次跌倒后，你要记得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重新回到理性的轨道上。哲学不是用来在沙龙里炫耀的谈资，哲学是灵魂的药膏，是战士的盾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斯多葛哲学是你最可靠的盟友。如果你觉得这段视频不仅仅是在分析政治，而是在触摸你的灵魂，那么请你不要只把它当做一个娱乐消遣。我希望你能把今天听到的至少一个工具，无论是控制2分法还是高空视角，真正的应用到你的生活中去。试着坚持1周，观察你的心境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会发现，虽然你没有改变世界，但整个世界在你眼中已经焕然一新。这就是视角的奇迹，这就是哲学的魔力。最后，我想对你说，不要害怕这个动荡的世界，因为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件事是真正属于你的，那就是你的品格。只要你守护好这一点，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伤害你。美国的政策不能，委内瑞拉的危机不能，任何外部的灾难都不能。你拥有着不可战胜的内在神性，请带着这份觉知，昂首挺胸地走入你的生活，去爱，去行动，去成为那个在混乱中依然挺立的灯塔。如果你准备好加入这场心灵的修炼，准备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请在评论区写下热爱命运。这不仅是一句留言，更是你与自己签订的一份契约。让我们在斯多葛的道路上并肩同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共同守护那一寸神圣的宁静。感谢你的观看，这里是你灵魂的避风港，我们下个视频见。